大家好，我是陈老师，欢迎大家今天参与我们的直播。在先开始跟各位讲一下哈，老师又中新冠了哈，所以是说前2天呢，老师在处于高烧的状态，所以说呢，这几天的所有咨询啊，不好意思啊，大家就可能先等老师2天。那明天开始呢，老师的代开元成功的一些预约啊，所以继续去做，因为老师7月3号我就要出发带家人啊，带我的老婆小孩啊，金英老师啊，金英老师跟老婆是同一个人的，好不好？不要说老婆一个，金老师是第一个没有同一个人好不好？那不玩那个梗的。我们去紫禁城给我们小朋友一个文化之旅啊。所以说那个在那之前呢，老师有预约的，老师尽量在2天把你完成。但是如果你觉得老师可能刚感染新冠，你怕老师的那个不是很清晰，或者精神力不是很好，你想把老师代开元成功这个服务或者其他咨询服务啊，你想要把它延后，那就没有什么问题啊。你要延后的话，老师可以尊重你，因为你觉得老师现在生病可能状况不好，你怕说老师看歪看错，你是可以跟老师说啊，不然我们延后回来，我们再做也是可以的。那就是唯一的缺点就是什么呢？就是说，第一个老师声音会像现在这样没有像以前那么清楚，因为你知道新冠嘛，我发2天高烧了，然后那个喉咙也会受到影响，说声音没有那么好听。那你也可以觉得延后。那第二个就是说呢，不能够当场我们面对面咨询因为各位你要知道，那个虽然我今天去快筛好像没有病毒了因为很快我吃了一大堆那个清冠1号，拼命灌，然后朦胧的时候也继续灌。那这个下午夜是没有病毒，但是很难说啊。所以说现场的我一律是说大家不要来靠近老师，好不好？那个等老师回来之后我们再说，好吗？不好意思那个老师现在声音不是很好听因为老师现在在新冠的再次感染中，睽违了大概4年之后老师又中新冠了，好不好？这应一下潮流，对不对？这今天声音不是很好那大家听得清楚吗？然后今天清楚要跟老师说清楚然后呢，那个有一件事情就是说，今天呢，老师尽量讲，好不好？因为老师体力现在还不是很行好不好？那个连续1个小时就一直慷慨激昂，那可能有点困难。我讲到哪里算哪里，好不好？老师尽力我尽力跟各位去讲，好不好？我们尽力讲。那因为这件事情很重要，其实金老师还有其他贵客问老师说，今天要不要暂停1天了？我觉得不行为什么呢？因为下个礼拜的此时，我们已经超过了7月5号，你知道吗？所以是说那个我们还是赶快，好不好？我们赶快来说明一下，因为很多事情它是比较重要的晚1个礼拜可能下个礼拜不知道是不是录播应该是录播，下礼拜我们应该是录播老师那时候在北京，所以我们还是趁这个机会我们赶快把我们直播能讲的东西讲一讲，好吗？好，那我们其他不多说那个其他课程什么广告不多说了，我们直接开始那首先当然就是我们说那个所谓7月5号这个大地震因为今天老师其实在下午那个我们要开播之前老师还在跟那个博士级的地质科学吧，我不知道我们讲错那个的博士我们在讨论，刚刚请教这个问题但是呢，我们老师问了很多个博士，知道开播前2个小时老师还在跟这个博士去请教说这个地震到底有所本的。那博士是跟我讲是说因为他也是我们的香港知名大学的一个教授，他专门教授这个的，所以我们讨论一段时间之后因为我们跟他讨论已经1个多月在讨论这件事情了。那现在他目前能够告诉我就是说，现在没有任何的数据，我们不要说综艺节目怎么讲，好不好？我们就说这个学者专家学者他的跟我老师的一些反馈就是说，以他所能够掌握的所有的地球科学的数据、地理地质的数据以及各种样的数据来说，目前你说7月5号你要发生这种毁天灭地的大地震，他觉得是不可能的，因为他找不到所谓的因果原则，因为你要发生什么事情，你一定有一些科学的报告或一些讯息可以估计出来。但是他不是说这件事不会发生，他的意思是说这未来的20年到30年它基本上是会发生的。但是你要说在下个月7月5号准点给它发生他认为这件事是不大可能的。所以说这以科学老师再三的去确认也包含去跟一些那个都是博士级以上的一些贵客包含那个大气科学的我要跟他说，你地球上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反应？他说这个目前为止容数量这个预测以他们的目前的科学眼光来看是没有什么道理可言的。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这件事情是不会发生的，这是科学的，因为他们是学者，学者就一句话，没有数据的事情他是不会去相信的。那么在这个玄学上这个事情怎么看呢？玄学上老师认为现在在这个事情就比较多一点
学学上啊，老师在上个礼拜的时候，我们大概估计啊，这7%左右的一个发生率。那目前老师认为啊，再微调一下，大概7%到17%这样子的数据之间呢，它可能发生一些异变。为什么说是异变，不是说地震呢？因为我们在看这个事情的时候啊，我们要去综合到很多星象，还有我们的一些能够推算出来的数据啊。即使是刘伯温，即使是鬼谷子啊，都没有办法去预测地震。这个我必须要先做这件事情。中国历史上，你能够去预测地震的，只有后天地动仪，懂了吗？就后天地动仪，而且它是震了之后，它能够得到消息。它不是后天地动仪，不是说你在震之前就有消息，它是你震了之后才有消息。就说目前呢，科学上来讲，包含中国的古科学啊，都没有办法预测到地震。但是为什么老师说这个有概率呢？因为我们之前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就预测过，今年的7月啊，它就像一个黑洞一样，会把所有的好运、所有的能量都往中心去吸的那个意味存在。那这个问题到今天的6月29号，老师有没有改变这个看法呢？我是没有这个改变这个看法，我还是认为7月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日子。那么现在对我来说有什么样的变化，就是在于是说，我真的是必须要去说一点，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讲，如果我们说是以色列跟伊朗这个战争的话，我们说6月25号之前呢，我们要去注意。那当时老师全心全意在看这个伊朗跟以色列。那个6月25号之前如果没有停止，那么这件事情啊，你是很难善了的。那我们所知道一件事情特别巧，他在6月24号的时候就已经宣布是停火协议，但是6月25号的时候，他的飞弹还是飞过去了。但之后呢，也没有特别多的一些进一步的行动。但是他们现在又开始叫嚣说，我们一定要继续开始开战。好，各位有没有听出老师的声音？好，老师有点沙哑，能听清楚跟老师讲，听清楚；听不清楚你就跟老师讲一下。我们要择日再讲这个话题。好，我尽量讲，好，各位尽量听。好，那这个状况之下呢，那6月24号的时候啊，那他们就停火了。那我这有点放心，但是我觉得7月的乌云还在不在呢？因为后来老师就傻掉了嘛，因为发烧到39度，你叫我怎么多聪明呢？啊，那是有困难的事情，好不好？我就傻掉了。但是基本上，我现在一直不断的在这高烧过程之中啊，我一直在想这些事情。就是说，他这件事情到底对我们影响到底会有多大？我不断的用我所能够发烧到已经快傻掉的一个状况啊，我躺在床上，我一直在想这件事情，然后呢拿手机一直滑。所以我现在能够跟各位讲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7月啊，它还是一切灾难的一个起始点。所以说，各位千万不要对这个掉以轻心。所谓起始点是什么意思呢？它如果在7月的时候发生的不是天灾，而是人祸。各位懂老师意思吗？我说的是，它如果7月它发生的不是天灾，如果是天灾，比如说像龙叔亮讲那种毁天灭地的地震，那么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小事情，因为你只要是天灾，那么世界上的争端会暂时的休眠，因为没有什么事情比救灾更重要。各位懂我老师的意思吗？上天有好生之德啊！任何宗教是在天灾来临的时候，我们都要放下成见，共同救灾，因为没有什么立场。各位懂老师的意思吗？所以说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就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如果7月它引发的是一个人祸。人祸就是非常大重要的事情了，因为只要是人祸这个事情在7月一旦引爆了，那么它会延烧到9月之后，如果还不停，那么它会延烧70个月到86个月的时间，也就是它会有5年以上到7年以下，不好像犯什么罪一样，对不对？它的确是5年以上7年以下会有这个状况会发生。各位要去记住这件事情哦，它会有连续5年到7年的时间，会在整个世界的金融或是地缘政治或任何一切都会陷入了像战国时期一般的混乱，也就是说，它有可能会造成第3次世界大战，也在今年可能就会发生。那么这个事情如果没发生，是发生天灾，那这个事情在7月到8月之后就结束了。为什么？救灾嘛。那如果这2件事情都没有发生，那就是我错了。那世界上就会变成一个低频盘啊，低频率的一个变化。那就是说，我们的经济也不会太好，那事情也不会变得太恶劣，大家变成一个很压抑的状况下去进行。那它会到什么时候呢？还再往后去做的话，就到2040年以后的事情了。知道老师意思吗？
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要特别注意的说，这个月它基本上是在近代史里面，是一个可能是一个黑暗的开端。在7月，7月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各位就要了解老师的意思。最重要的意思是什么呢？它跟中共围台有没有什么关系？基本上，我们只是等一下的话题会讲到这个台海之间的问题。但是各位去注意的事情是，这团黑云啊，它已经是成长到我难以去估量它的大小。我目前能够知道的事情是，它最近的范围、最有可能消灭的时间，那是在8月26号以后。它的威力才会慢慢的消掉。因为这片黑云大到范围之大，我也伸手不见五指。其他老师、其他先知、其他预言者，可能都比我还厉害，但是我没那么厉害。就是因为我没那么厉害，所以是说，那他们可能是对的，然后他们可能就是说知道什么时间。但是以我来讲，我就认为是说，7月这个像深渊一样的黑洞啊，不可等闲视之。如果发生天灾，我真的感谢上天；如果发生人祸，那么我他妈也感谢上天，对不对？这个也就是时也命也运也嘛。所以说，大概就是这个状况。那么，在这个下个礼拜六，还下礼拜六吧，我看一下，应该没记错。下个礼拜六就是我们的7月5号。那么在7月5号的前后，也就包含从7月1号开始，我建议。因为我现在影响力也没有那么大了，这个其实很多的贵客啊，在建议我是说要跟大家多讲一下这方面的问题。但是呢，因为我现在影响力没有以前像5年前的影响力这么大了5年前我随便一开播都是几万、10几万的播放量，然后现在就几千我的影响力没那么大，我没办法影响那么多人。但是我能在这个地方跟我亲爱的粉丝你们不离不弃。我现在只能跟你们讲的事情是，从7月1号到你的9月1号之前。你不要靠近海边，不要靠近水边，你就尽量的不要去靠近水，跟水有关系的事情，尽量都不要去从事。我知道夏天你想带家人去水上乐园、去海边玩你去玩也没关系，但是我只能告诉你，尽量不要靠近海边，这是我能够给各位的建议。就像我跑到北京去，它也不是海边嘛。那也不代表我自己不会去海边，只是我只能跟大家去传达这件事情，就是尽量不要去海边，这是我能给大家最好的建议。那么游泳池可不可以？那我相信游泳池的影响是比较小了，水上乐园肯定影响也比较小，但是我还是一句话，不要靠近水边，尤其是海，这个是我能够给大家最好的建议。那么其他怎么预防呢？因为说一句话，这个在《道德经》里面有一句话什么呢？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说这个事情啊，我们也不用看太重天地要运行的时候，必然有它的规律在。如果我们是一群需要被牺牲的、需要被消灭的那一群生命的话，那么我们就去接受它。其实我也没跑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啊。我告诉你，什么地方最安全？很简单，这个东西啊，在中国大陆的朋友，你们往那个东南地方走，一定是安全的。比如说陕西啊、四川啊，对不对？贵州啊，贵州不安全。不乱讲话。这陕西啊，对不对？陕西最安全了，对不对？那这个地方我可以跟你讲陕西啊、四川啊，是不是这些地方去比较安全的地方，那没有什么问题比如说你黑龙江啊一些东北3省都没有问题，对不对？你沿海地区就比较危险一点，这是真的。所以说可是我去北京，我也没有离海很远啦，对不对？所以说，其实我也不是为了逃命，不要说我出去玩，然后我就去逃命，好不好？别老是这样拿的。每一个我说老师，那你7月3号是不是其实就是为了逃离这个事情？我逃离我也逃到哪里去？我逃到西安去，我可以啊，对不对？西安没有长安不夜城啊，对不对？我去那边玩不挺好的吗？去北京干嘛？是不是？不是逃跑，好吗？所以是说，各位你要去记得离开海边，这是对我们给你最好的建议。至于会不会在龙所长所说那3个时间点发生大地震、大海啸或大的灾难，我个人认为是不会，因为我比较倾向的是人祸。天灾的部分，我现在听耳鸣还是很严重。但是各位也知道，日本现在不断产生很多的地震，那这个东西大家就很紧张，是不是它就要进行大地震了？但是科学家告诉我是说，很多小地震的时候，你反而不用担心，因为它能量释放掉了。对不对？那这个大地震是你毫无征兆，那叫大地震。当然，也有一些的迹象显示出来，比如说有地震雨，对不对？很长的地震雨也被花东外海所捕获到，还有就是说有那个地鸣啊、地闪这些都出现了，还有一些地震雨它也出现了，没有错的确都有出现了。所以是说，
它会不会出现？我觉得会，但是几率17%，但是不一定是在下个月出现，好吗？就在下个月不会在下个月出现啊，我们可能需要冷静一点，做好我们防灾意识。我们需要担心的是人祸。各位，老师再啰嗦一次，我们需要担心的绝对不是天灾，绝对是人祸，人祸才是我们需要去担忧的事情，而不是天灾，好吗？好，这个话题我们到这边哈。那新来朋友不好意思哈，因为老师得新冠哈，那个声音开始哑掉了。哈，那所以说呢，不好意思哦，那个听不清楚，你就告诉我听不清楚，那我再找办法去各位补录。那只是刚才那第一段，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要先讲，好吗？那各位觉得听不清楚，直接跟我讲啊，不要心疼我，好不好？说不清楚我们就收播没有关系，然后老师会想办法补给各位啊，这是一定要录给各位的。只是说我珍惜直播的时间，但是我也不能糟蹋各位的耳朵嘛，对不对？好，感谢各位关心哦。得新冠这要命的事情，得新冠真的是要命。好，那我们继续下去哈。第二件事情啊，各位你要记得，我们在亚洲啊，除了我们那个地震之外，我们还有第二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什么事情呢？各位有没有注意到，中国它现在做了一个很大的宣布，也就是说他们在9月3日的时候要进行了一个大阅兵。那大阅兵这个事情啊，那我先问各位一件事情。在我们中国啊，历朝历代，这三皇五帝皆当三国三皇五帝下漳州，秦汉皆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在很多的时候，我们看这历史朝代的经验里面，各位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如果一个国家它不是在重要的庆典，比如说国庆，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重要的节日上面，请问你大阅三军的前提是什么？各位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大阅三军的前提是什么？今天不是什么秋季大典，你也不是建个什么，你是什么建国纪念还是什么东西的？你就是怎么样？你就是一个9月3日，然后呢，你要做一个大阅兵。当然，中共这个事情它是有缘由的，我再跟各位讲。但是一般来讲，你没有到这么大的一个事情状况之下，你进行大阅三军，这基本上它就2个事情。第一个，准备打仗了。准备打仗了。历朝历代都大阅三军，然后检点这个各个部队，然后我们就准备出战了。第二个就是说呢，我这边我有多大的肌肉，所以说我昭告天下，不要来惹我。我想干什么的时候，你们就照干，不然的话，你别怪我干一些你不喜欢的事。所以是说啊，这现在在大阅兵这件事情啊，其实是我们在亚洲是特别需要注意的，尤其是台湾啊，台湾是应该要去注意大阅兵的事情，但是呢，大家现在反而不注重大阅兵了，注重什么呢？注重那个大展宏图，大展宏图，对不对？那首歌我觉得很好听的，但是某些鸟不喜欢，那我也没办法，好吧？我觉得歌蛮好听的，我也想学他怎么唱的。但是啊，这个9月3日啊，是我们中华民国的军人节。但是它中共啊，它主要是怎么样？它呼应1945年日本正式签署投降书的历史节点，也就是所谓的什么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80周年啊。这个东西呢，是我们中华民国所做出来的事情，好吧？对不对？我们中华民国受降嘛，对不对？我们中华民国是来接受日本投降的。然后被他们承接了，对不对？他这样就里面就有一件事情，什么？他在彰显他自己的历史地位，也就是说，他是唯一的中国的接续的主体啊。这个东西也是可以值得宣扬的一件事情。所以说啊，他们大阅三军啊，其实是我们台湾无论是那个各种的状况，我们都要去注意他这一次他们大阅三军的一个状态。而这些事情啊，他就说，那这个东西会不会就等于是说，他们大阅三军之后就叫台湾来出兵，来去做武统？这个老师并不去做一些说不可能的事情。那我觉得啦，我跟很多的社会贤达，包括一些学者啊，或者是一些老将军啊，一些老将军啊，我们都有谈论过这件事情。那我们谈论这些事情的时候啊，我们都是怎么样？我们就是在讲说这个事情，他如果发兵台湾的时候啊，那会不会对台湾有所压力？也就是说呢，他会不会是说台湾就没有办法反抗，或是我们进入到一个武统的阶段？那这个有很多不同的立场。有些人说啊，有些的一些贤达说啊，
他说老师你这样子讲不行，为什么？因为那个不好意思因为那个中国如果现在打台湾了，必然会被制裁被欧美去做制裁。那欧美做制裁的状况之下，那中共是撑不久的，这是一个想法。那第二个想法是什么呢？就有另外一方面说现在对付台湾了，你只需要把它围起来，而且模仿以色列的模式，直接丢几个炸弹丢在沿海就可以了。你不用打到民宅，你就直接把那几个用北斗卫星瞄准，比如说淡水，比如说在马公那几个象征性的滩头堡，把它给炸了。那么台湾民心之乱，就像以色列一样，他的民心也就乱了。这懂老师意思吗？所以说老师有问过很多的，有问过很多的这些相关的闲杂人等闲达人等不是闲杂人等这些社会闲达那这些因为老师打字都比较慢，因为发烧嘛。还有之前给老师的一些建议都是这样，就是说这个东西其实都是有这些影响在，说打与不打各自有各自的看法。但是对于老师来讲老师跟各位去讲一下老师自己的看法好吗？我们在看那个中共如果要侵台的时候那他一定有讲一件事情，就是他被欧美制裁状况之下，那中共挺不挺得住？首先我们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看中共能不能挺得住。那一般来说，它的 GDP 会降低多少，对不对？中共的 GDP 会不会本来保5会变成负5、负10，有没有可能？我跟各位讲这个即使是武统它也不可能负5%跟负10%。中共的 GDP 它基本上，即使它真的武统台湾，它顶多变成1%、2%，它也不会变成0，也不可能会变成负5或负10。这个状况我是可以确定，因为我问过很多金融的一些专家学者们他们说这的确是不可能。我在问这些专家学者之前我一定做过一项的功课。那他们觉得我的看法是有点道理的他给我一些修正，跟我一些指导。所以说这个 GDP 来降低是不可能的。那第二个东西，各位要去记得一件事情，为什么不可能？你要知道为什么不可能。各位去了解一件事情现在目前我们所能够去了解的名目 GDP 就是国民生产总额，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跟老师节目这么久了，我相信你对 GDP 一定是非常了解的，甚至比老师还要专业。但是问题就在于是 GDP 它的计算的单位在哪个地方？每个国家它都有计算自己 GDP 的单位，大部分都认为它是以美元去计价，说美元它自己美国的 GDP 是很高的可能欧盟第一，然后中国第二，美国第三，这样子算的。那很多事情我们在看这些事情的时候就不公平了，为什么？因为你每个国家的 GDP 你是依照你自己国家的一些物价跟你的一些什么 CPI 等之类的东西 ，PPI 跟 CPI 之间你互相的一些加权平均起来的结果。也就是说，中国吃一个馒头，它可能是2块钱人民币，但是在美国，你吃一个馒头是2块钱美元。那么，请问一下，你这样的 GDP 比起来的话，你是不是可以说一次它是公平的？是不是就不行？还是不能说它是公平的，对不对？因为你的产值的模式不一样，你的产出结果也不一样，那么你用同样的 GDP 说，你会受到影响，这本身就是有问题的一个事情。所以说 GDP 如果计算的核心我们还是很多时候是用1美元来去计算，那么中国当它因为武统台湾而受到 GDP 或者其他地方使用府的压制等等之类的，让 GDP 倒退，那么中国的百姓会有多少感到一些压力跟不便？各位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通货膨胀是一定会有的，但是即使中国被欧美去制裁，中国的通货膨胀不会比俄罗斯来的高。我再讲一次，中国的通货膨胀不会比俄罗斯来的高，为什么？因为俄罗斯只有粮食跟它的能源是不用进口的，各位懂老师意思吗？基础的粮食跟它的基础的能源是不用进口，他们自己有炼油的能力，也有天然气，也有原油，所以是说俄罗斯它不会被击垮，有粮食有能源，它不会被击垮。但是中国它没有，它的粮食不是很够。但是有，因为它有袁隆平爷爷他们做的水稻，还有他们杂交水稻，还有他的国家的储粮，还有就是说他自己的能源有多管道去运输，全世界都制裁中国，但是伊朗跟俄罗斯还有那个不好意思，还有中亚等国，他是不会制裁中国的。
为什么？比如说这些东西跟中国是有紧密的关系，所以它的能源基本上也不会太去损失掉。所以中国它有粮食、能源是有来源的状况之下，它缺的是什么吗？它缺的是工业品。工业品，中国已经在全世界26%以上的一个市占率，它不是市场占有率，而是世界占有率啊，不一样哈。它有26%以上的世界占有率，所以说它自己的工业品，它自己可以自给自足，但是俄罗斯不行，俄罗斯的很多工业品必须从中国来去进口。所以说，如果中国被欧洲跟美国去制裁的时候，中国它的一个通货膨胀一定会高。那么我们就估计一下哈，它第一季它光可能战争陷入的第一季，它的第一季它可能掉下来的 GDP 啊，它通货膨胀啊可能就达到6%，但是呢它的这个 GDP 啊当季的 GDP 啊可能是萎缩到2%到3%，所以这看起来还是非常严重，但是不能够承受之重。但是我们要反过来去看，你制裁了中国，你自己就好过吗？我们刚刚讲到一件事情是，中国是有全世界的世界工业品占有率的26%，也就是说，全世界要使用到中国的制品的国家，那是非常非常的多的。就像美国，它之前对中国做出了这么样的关税制裁，导致美国自己的商品贵了好几番。为什么？因为就是它必须要仰赖中国的制品。如果没有中国制品，是不是顺势可以让这些东西在美国生产，然后让美国更伟大？也不行，因为美国人也买不起。各位懂老师意思吗？所以说，在算这个 GDP 跟它被制裁的时候，你的前提就不合理了，你的这些预设值就不合理了，因为世界上没有办法拒绝中国。当你世界没办法拒绝中国的时候，请问中国是如何被完全的制裁？然后有人说，老师，那 SWIFT 把它制裁掉了，你没有了 SWIFT， 我就问你。那你怎么样去跟中国买东西？回答我，对不对？你怎么跟中国买东西？是不是 Look at my eyes？ 你怎么跟中国买东西？你还是得透过 SWIFT， 因为欧洲可以不跟俄罗斯买东西，那只是石油，它其他东西还是可以买得到。但是中国的商品，你要直接跟他买，不是绕过跟印度买、跟越南买或跟其他地方买，你就必须跟中国直接买，你才便宜的话，那么你就得用 SWIFT 跟他结算，或者是你直接跟中国做本币交易，那么你还制裁个毛？你干脆就别制裁了，对吧？你制裁你还得绕一圈，或者你直接跟中国交易，那不是失去了制裁的原意了吗？那是不是就没有用了，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啊，我们就可以知道是说，你现在如果去制裁中国，是因为他要武统台湾，那么这个算盘就打错了。因为你没办法因为武统台湾去制裁中国，因为联合国已经公开承认这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那个中国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我不是不爱我中华民国，我们在讲的是世界大灾问，我们讲的是世界的局势，世界是这么样的公认，包含美国自己也说，世界上就一个中国，对，那个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不是？我觉得是我中华民国，但是我认为不重要，对，别人认为才重要啊，谁要问我了嘛？没人问我啊，是不是？所以说。在这个状况之下，现在我们要看是说中国对台湾影响有没有大，绝对是大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到今天啊，那个中国大陆的那个山东舰啊，也访问了香港。访问香港什么意思？就很简单，你南边也别想跑了，你想从南边从香港这边过境绕跑这个路，或者往菲律宾过去这条路，不可能。他也在宣示菲律宾，你也不要想着说可以通过南海，然后来让美军来支援你，因为香港在这边。香港他只要握住了，菲律宾你就别想作乱了，不可能。那你说我们台湾哪一天如果被打下来了，流亡政权，你要往哪跑？你也不能往南跑，对不对？因为山东舰在那个地方，他在那个地方就已经告诉你，你跑不掉了。那也告诉你，其他的地方你也不要来了，你也来不了了，对不对？谁能来？俄罗斯可以来，俄罗斯来个屁用？跟到老师意思吗？所以说，他不是只有这个地方过来而已，他也从欧洲他也过不来。说无论如何，他踩到香港这个点，他就告诉你，什么都不用想了。我山东舰这边，而且我离开之后，我也不会告诉你我去哪里，反正我就在附近。你们现在想干嘛，你就干嘛吧，对不对？所以说，我们看最近的态势啊，其实各位我们要去眼观四面，耳听八方。每一个国家他做每一个公开行动的时候啊，我们要考虑他国家的体量大小，跟他的政治风向，还有结合到世界的环境。我们才能够找到他蛛丝马迹，来去判断出我们应该做什么。所以说，我们现在应该做什么呢？其实很简单一件事情，对不对？趁现在台币一直涨，那么我们能做什么事情呢？
那么我们就看看了哪个现在买黄金跟买外币是不是一个时候？我只是建议，我是一个算命的，我不是投顾老师，我不是投顾老师，我不是金融老师，我就是一个算命的德鲁伊，好不好？你要说我术士也行，你要说我神棍，那是你可以这么认为。我只是说，当台币变得比较贵，我们买其他币比较便宜的时候，是不是一个资产配置的可能？比如说，老师这次去北京，我就赚到了，为什么？因为台币升值了，那我换人民币是不是换比较多？懂我意思了吗？我是不是换人民币换比较多了，对不对？我就换比较多啦，是不是？我去玩的时候我就少花一点钱嘛，对不对？有汇率过去了，我就赚到了嘛。所以说，就看你自己怎么去应对你现在要的一些资产的一个分配。在这个时候，我坚决的还是秉持的去年同时间我跟各位说的话完全不变，一字不变的告诉各位，买房子现在无论你是刚需、铁需、钻石需、什么需，都不要去买它。你要真的是刚需到你不买房就会抽筋，家里就会爆炸，那你就买吧。我只能说你就买吧，对不对？去年底的时候我就说不要买。我说不要买，会跌，会跌，会跌。在尤其是台湾，我说不要买，会跌，会跌，会跌。或是你就算不跌，你也不会涨。你觉得现在房地产比去年好吗？这不用我讲，看新闻都知道。你说啊，那我都涨了，我都涨了，你卖啊，对不对？你卖有人买啊，懂我意思吗？所以各位去理解，亚洲现在并不太平，做好你自己的资产保全，不要去横向扩张，不要多花钱在那些不必要的投资上面。保留现金资产，那是极端重要的，而且也不要去相信什么，是说有一个预言是说，这个2025年啊，全球会陷入什么未来人说的10年的停电时间啊，就是没有电力的时间。不要相信这个预言哈，没有这回事，好不好？电力无论如何都可以发出来的，没有是说10年都没电的时间，都一定是会有，好吗？好，这个问题我们到这边哈。好，声音不大好，因为老师今天还脸色不大好，老师现在得新冠，得新冠的状态就是声音不好听。然后我刚刚结束发烧，不好意思，听得很辛苦的话，跟我说一下，我们可以真的是可以把它分段讲，好吗？看各位什么问题哈？大太阳湖大太阳湖不会那么快结束的。好，看各位什么意见哈？我们找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哈。大陆人是苦过来的，其实也不尽然你要看上一代的，80前的是苦过来的，但是80后的不是苦过来的，好吗？中国中国经济就受到影响你刚刚来提出你不知道我就跟你讲，它受到经济影响，但是不会太大，而且它会比俄罗斯还来得轻，而且它的韧性比较强。中国被制裁哪怕1个月，那么那个欧美经济就会倒退3个月，一样的意思，因为它没有中国的商品，没有中国的服务是不行的。各位你还知道，老师补充一点，全世界成熟制程至少30%是中国生产的。各位懂老师意思吗？全世界成熟制程的芯片、半导体就是你是车用的这些东西，那是中国生产的。还有稀土，90%是中国生产的，你他妈制裁他，他制裁你还是你制裁他？你有没有搞清楚？好吧？还有那个房产被飞弹打到，我觉得中国就是在武统台湾的时候要是我也只会打那些军事设施，比如是说那个淡水，好不好？淡水要打就打那几个路桥，那个路桥以前都是碉堡，各位你知道吗？我们在这个我们知道那个五股从那个什么八堵那边你要过来那个它这边就有一个圆环嘛，那个圆环上面不是那个什么大桥，对不对？那个什么大桥突然忘了，妈我要 parking 了那个大桥，那个糊状的大桥，它旁边2个人都是一些防空塔，要我炸我就炸那几个地方就可以了，反正没人。但是你只要炸了，我告诉你，民心全垮，绝对全垮，那个没有问题的。那个台湾人跟以色列人没什么两样，我说真的，之前很多人跟老师吹以色列全民皆兵所以他根本就不怕人家去打他。你看这次炸2下怕不怕？对不对？哭了跟龟孙子一样，他们没有想到他们让别人也哭了跟龟孙子一样。但是人就是这样嘛，自私自利是人类的本性。
所以当子弹打到我们家门口的时候，打到不要到我们家门口，打到我们的海岸线的时候，投降就出来了，对不对？投降就出来了。你家北斗打得多准啊，是不是？哪一个在公开喊说要抵抗到底，他家都被炸了？那你说邻居他愿意接受他吗？你是反抗到底的，我相信你是爱国人士，但是你的左邻右舍不是啊，他为什么要陪着你送死呢？对不对？所以很多事情都会变这个样子，好吗？好，不好意思哈、哦，好，大罢免大成功，大罢免不可能大成功，不可能的，好吧？别想，除非做票，不然不可能大成功。除非做票了啊，做票也是正常的了，好吧？这个我不管对跟错，大罢免我现在没有看到成功，没有看到成功的可能。靠北，你们害我干，我要被你们带。不要趁我发烧的时候乱问事情，好不好？然后他乱问事情，我乱回答，他妈等一下我被查罪。哎，没有，我说没讲，靠北，没事。哦，好，我们就这边哈。哎呀，不要乱问问题，害我他妈乱讲话。我们一切遵从党的领导，党的领导人给我们的指示一定是最正确的。我们要遵循政府的引导，无论是大罢免或任何事情，只要政府说对的事情，我们就要无怨无尤的去做，好吗？我们一定是要万众一心，军民一体，一定要坚决拥护政府，这是我们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我们所应该尽的国民的义务，好吗？我再次的说一遍，我刚才这边发烧讲错话，我真的意图是我们一定要坚持民有、民治、民享之三民主义，坚持拥护政府的领导民族的复兴，还有坚决的反攻抗俄，好不好？信不信随你嘛，我就说我就坚持这个事情了，好吧？好，那这个事情我已经讲完了哈，这个。中国会不会武统的状况哦？老师认为是非常有可能的，但是不是一直在7月啦哦，我就说他们家阅兵呢是在9月3号，但是阅兵前后他们的动作会越来越频繁，因为美国这么弱的时候，等他看不再弱一点吧，对不对？很多事情就在这个地方会出现，所以说我觉得还是坚持两岸统一的时间就是2024年的前5年跟后5年，那现在是2025年、2026年、2027年、2028年、2029年，所以说一定是在5年之内老师认为他一定会统一。当时我在做这个预测的时候，我告诉你那是2019年。我做这个预测的时候是2019年，当时有人说最快是2035年，跟我到现在的老铁们，我讲这句话有没有改过？我从来不改，我不会因为别人讲现在是2027年，就说看我说的是对，没有，我2029年我就坚持这个预测，就是2024年的前5年，就是2029年到2019年到2029年，这个事情我们只能用时间来验证，好不好？绝对是这样的事情。有点喘哈，不好意思，老师的声音不好听哈，不好意思哈。感谢大家赞助，谢谢，感谢大家赞助，跟大家来看刚才老师那个哈，谢谢。好，民有、民治、民享，什么车轮党的主张，你这个人就是叛国贼。我告诉你，你读不读过中华民国宪法？中华民国是基于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你敢讲这句话，我就告诉你他妈是叛国贼。我读过三民主义，我联考考过三民主义。你告诉我那是车轮党的主张，我告诉你，你叫他妈叛国贼。我这边大胆的骂你，你他妈是个叛国贼。中华民国宪法，你他妈给我重新读一遍，我就敢这边骂。这句话我是不能让的，因为人是要底线的，不能随着你意识形态而改变，好吗？中华民国是基于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搞清楚好吗？还明朝建长清朝的官，你脑袋他妈破康，脑袋有洞。好吧，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好，我们看到伊朗伊朗这件事情我们觉得是说，刚好在我们所预测的这个6月25号前一天，他们签订了停战协议。这是老师运气好不是说老师神算，不要给老师冠那么高的帽子，我担不起好吗？我们就是单纯的是以星象、节气各种综合来判断，它会在那个时候会出现。不是说好像之前4月到5月、6月，好像每次讲那个时间刚好都中，那是巧合。我一个算命的，偶尔严重那是正常的一个事情，偶尔严重。比如说这次美国大选，我不就错了吗？台湾总统大选我2次都错了，对不对？所以说我讲对那是偶然为之，好吗？而这次伊朗跟以色列战争其实他们各自停火，有人会说，哎，这个东西是伊朗太相怨了你这个让以色列可以去蓄力。可是以色列真的有办法蓄力吗？有，他一定有办法蓄力，因为
你停火状况之下，他是不是可以开始在他们国内开始制造弹药，还有跟美国运一些军火过来？是不是可以让他加强他的防空？其实是有困难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伊朗虽然没有跟以色列直接打了，以色列就没有那么大的损失了，但是胡塞组织他并没有放弃跟以色列去作战，所以他们还是发射了导弹，还发射了可能是极音速导弹去轰炸了以色列，有没有成功？以色列说他拦住了，但是胡塞组织说我打中了，对不对？但是不是每一颗都打中，就是有些被拦截掉了，有些我打中了。但最大的问题是在哪里？最大的问题还是在纳坦雅胡身上。为什么？因为以色列这个时候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怎么样呢？韬光养晦。我既不跟你言和，但是我也不进攻，我维持了一个很巧妙的安静的选择，让我们自己不要在这个时候陷于被动，因为他的国家体量太小，小到是说他没有办法去有真正很大的产值跟能量去运行。而在这个时候，为了找回他的场子，他去打了叙利亚，而他也去打了加萨走廊，造成了这些两个地方很大的伤亡。而叙利亚跟加沙走廊这些事情一旦传出去之后，接下来以色列变得很被动。为什么？因为你之前才说你自己被伊朗打了，你们很惨，说战争的残酷你们不想再体会到了。但是你们又去攻击了加沙走廊那些老弱妇孺，你要去轰炸了叙利亚。那么你刚才讲的话，你是不是等于你刚才在什么？你是不是在放了个屁？地瓜吃多了，地瓜吃多了你就放个屁，是不是？那是不行的，那是不行的。所以说，你那个时候你应该什么都不做，比你做什么都还来得强。那可惜以色列是没有，为什么？因为他如果停下战火，那么纳坦雅胡就得下台。这个是因为他引发了个战争罪。以色列里面有激进派、有温和派、有保守派，还有一些穆斯林，各个地方的势力都有。你们的极端教义派就那群人，而那群人当他防止被打的时候，他也不愿意是说让战争下去，然后他又要再被打一次。对不对？因为他们自己有些人也被征召到上战场，虽然当后勤是没有错，但是现在积极的进行下去，对既得利益者他是没有好处的。也就是说，他是本来就很有钱的人，他很有资产的人，但继续打下去，他的资产就越损失越多，对他是不利的。但是纳坦雅胡不能停，因为他一停他就完蛋了，所以他就必须继续打。在那么继续打的状况之下，那么就有问题，就是说他能够持续多少？胡塞组织或者是哈马斯或者真主党他们连番的攻击，但是有一些争议在的地方，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这些它有一个主勒菲卡尔的导弹，那个弹道导弹它是属于中程弹道导弹，然后也可以携带高爆弹头，也就是不好拦截的东西。所以说那个以色列还是说它部分拦截，但是胡塞组织说它是精准命中。那你那个高爆弹药，你就算里面其中一颗打到，他也说是精准命中，对不对？损失不大，但是侮辱性极强啊！因为以前的以色列，它拦截率是有90%，现在如果连胡塞组织我都可以打到你以色列的本土，那么代表是说你的血条不但亮了，你的甲也被破了，那么这个事情就很难说了。而加上它有巴勒斯坦2型的一个16马赫的导弹，它可以做低空变轨的突防，所以说它也突破了铁穹系统，直接去瘫痪了那个以色列的本古里安机场，甚至他们还有已经做了很多无人机上去进行饱和的攻击。无人机基本上不是铁穹系统的对手，铁穹系统就针对火箭弹，针对这些无人机或者一些低速的一些这个中程导弹，可以做拦截。但是当你数量太多的时候，他可能就选择不拦截全部，不是完全不拦截，也不是完全拦截，就是不完全拦截。为什么？因为它的弹药补给没有这么快，而且它的成本太高。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大家就变得很困惑，就是说，以色列，如果你继续打，你真的来得及补给吗？即使现在伊朗不跟你打，但是胡塞组织、巴勒斯坦、哈马斯都在跟你轮番做车轮战，你是能够撑多久？如果你真的撑到后面，你撑不住了，你是不是会使用你所号称的做一些战略型的核武？那就像我们刚才所提到的，战略型核武就打核战了。俄罗斯都不敢去轻易动用的战术型核武，你都要去动的时候，那么这件事情就会变得相当异常的严重。
这个事情就有可能让更多的穆斯林或更多的国家来去参与，是说你到底应该使用战术性核武，这些个争议在。但是我觉得，按照以色列的立场来讲，他可能会孤注一掷去做这件事情，无论是伊朗或者是以色列。但是伊朗现在可能性变低了，为什么？因为各位你们去注意到一件事情啊，我跟很多的一些社会贤达啊，不是闲杂人等哈，社会贤达在讨论这些事情的时候，我都可以请各位注意一个时间线。什么时间线呢？伊朗真正的他有办法去掌控战场，那是中国3台运输机飞往伊朗之后，他们的战局才开始有大部分的扭转，也包含他越打越准。也就是说，他的被拦截的东西越来越少，加上他的国内的间谍越抓越多。过去我告诉你，各位看历史资料就知道，伊朗的所有的政要、所有的一些将领、所有的一些重要人物被暗杀，基本上都可以照3餐去暗杀你，而且你拿他没办法。无论是苏雷曼尼还是谁，对不对？暗杀完，然后他还没那暗杀人还没事，人就跑掉了，间谍都好像来去自如的。但是，一旦中国介入了这件事情之后，3台运输机飞过去之后，也不知道他们掌握了什么技术，也不知道怎么载过去什么人才，他们的导弹越打越准，然后呢，他们防御越来越好，然后呢，间谍越抓越多。有没有发现到这件事情？时间线很重要。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伊朗他会不会去使用战术性核武去对付以色列？它的必要性就变降低。而且，如果这3台飞机真的有中国的一些军事专家介入了这场战争，那么就不会让他使用核武。为什么？因为中国不可能去培养一个可以使用核武的穆斯林国家。为什么？对他没有好处啊，完全没有好处啊。他一定是过去压着他，我帮你守护好你的国家，甚至我帮你立不败之地，但是你必须答应我，你不能够使用核武。好，这个事情我相信中国他一定有他的实力可以去威胁他，不然金小胖他也不会那么安分说，我是属于一个什么薛定谔的核武。你可以说我有，你也可以说我没有。我说我有，你也可以觉得我没有，完全是一个薛定谔的核武。所以为什么？因为中国一定在后面给他压制。你可以薛定谔，但是我要了什么差不多，你差不多就得了吧，你对不对？说在这个状况之下，以色列他最怕的是他只有战术性核武。那么反过来看，伊朗在这个状况之下，美国恢复他的继续他的制裁，那对伊朗来讲，他会不会弹药来不及去补给？各位，我讲一个数字好了，然后各位可能没有去在意它。中国现在是世界上制造汽车最多的国家，一年可以每一年可以造到数以千万辆的汽车出来。但是我们看到伊朗一年也可以做出100多万辆的汽车。各位，伊朗它是有能力一年产100万辆汽车的国家，自己生产出来100万辆汽车。各位，汽车它是一个国家经济之首，我们先不说它是不是能卖好价钱，这是其次。我们要注意的是，伊朗它有能力做100万辆汽车，更多我们不管，就说伊朗有办法做出100万辆汽车，有办法做出100万辆汽车的国家，它在1年之内再多准备2000颗导弹，会不会很过分？各位懂我老师意思吗？他有能力1年造出100万辆汽车，他多做2-3千个导弹，藏起来不让你知道，会不会很困难？肯定不会很困难。为什么？因为他有能力做这个汽车工业，他就有能力做导弹工业。这个东西放在任何国家都是可以做出来的事情。比如说日本三菱重工，它就是军工业转出来的。中国的五菱，它也是军工产转出来的。所以说，你能够做出来什么东西，你另外一个东西你就做出来，只差于它有没有稀土，它有没有一些导航机制，导航它用北斗的商用卫星一样可以指哪打哪。那么它自己的生产钢铁这些都没有问题的状况之下，那么请问一下，以色列你怎么样去可以同时面对一个可以产出100万辆汽车的伊朗，而且你还在去对胡塞组织，而且你还对还要再去做真主党，然后还去做哈马斯，这么多线进的一个战争之下，还有也门，这么多的一个多线战争之下，你一个以色列，你撑1年，我说你厉害，但是1年之后也应验了，它的体量没这么大，你能撑多久？到现在它撑不了多久了。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就要去知道，以色列
他现在才是真的会担心他图穷匕现，他会不会丢核武出来去炸伊朗？而这个东西一旦炸了，伊朗就得去大规模的反击。各位，伊朗啊，它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国家。我们先不说这个古波斯大帝国它的土地有多大，我们就说以色列它国土有多大吧。以色列的国土有多大？我们稍微估计一下，大概从基隆到新竹这个距离。台北的基隆到新竹这个距离，这个大小就是以色列的国土2万平方公里。在这个状况之下，请问今天你丢个战术型核武，你炸不垮伊朗，因为它穷山峻岭沙漠，你怎么炸？你了不起炸德黑兰？你敢炸德黑兰吗？你肯定不敢炸德黑兰，因为在你来之前，你就要把你打下来。所以说你不敢炸德黑兰，你炸德黑兰那就是世界之最。耶稣来也救不了你，我说真的，耶稣来也救不了你。你炸一般地方，那就很简单，你犯了核不扩散协议，你拿核弹去攻击人家，那么他可以一次射1000发导弹，你拿他没辙。不要说1000发了，500发的导弹就不让你以色列王族灭种。说你整个战争现在是不对称的，说你再撑下去，以色列它可能会真的破罐子破摔。而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就要去评估为什么俄罗斯一直不用战术型核武。因为你用战术型核武之后，你很多事情你是没办法回头的。所以说，俄罗斯它一直很克制，不用战术型核武。但是俄罗斯我们也知道，打到现在已经跟我们讲差不多了，基辅为限，他就一直往那边靠近，就是不打下你基辅。到最后，我只要把基辅收复了，我就可以说我特殊行动就可以结束了。那你首都被他吃掉了，你现在就是流亡政府，对不对？再加上现在乌克兰的领土上面4大矿场3座都已经被俄罗斯收走了，包含锂矿都是一样。那么请问一下，谁去帮助乌克兰？他有利可图，因为俄罗斯不可能退兵，他又集结了40万大军，你怎么跟他打？你打不赢，这个事情你是打不了的一个事情，好吗？所以说在中东战局啊，施老师非常担心，他是不是7月黑洞的核心？这个地方是我们需要在意的。糟糕，没水了，那个热水没了，声音会比较难听。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没有，我这个只是表明立场了，我没有生气，好不好？好，中国新闻宪法这个宪法是我们这讲的这件事情这个是啦，不要说我小粉红啦，我是念过中华民主义的啦，我考过三民主义的，我三民主义那年要考50分，我考了几分？我考了45分，被我老师骂死了，因为他觉得50分才叫及格，结果我考了45分，被老师骂死了，好吗？好，不好意思好，看有没有什么问题看看有什么问题不好意思，老师声音沙哑，不好意思，真的不好意思，今天让大家的耳朵不好不好意思，我们再忍10分钟我尽量把时间讲满。好，不好意思真的大家不好意思，你们的耳朵这样我就不用再重新录了。好，我们最后一段把它讲完说一件事情各位，我们要知道泰国跟柬埔寨现在闹掰了。泰国跟柬埔寨现在闹得水土不服，而且他们两边都要进行改朝换代的这个抗议跟示威。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领土争议，那这个争议其实都是历史悬案。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你不去碰它，就没有什么大事。你在边境自己去打吧，自己去闹吧，你来我往就对了。因为这个事情它从1904年到1907年法国殖民柬埔寨期间它里面就有一些把那个叫做博威下士划给泰国，然后呢后面又划给柬埔寨，这是列强留下来的一个争议跟领土的问题。所以说国际法庭有规定是说，1962年判决这个寺庙主权归柬埔寨，但是周边4.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归属没有说是谁的，就那个寺庙是给柬埔寨的。在2013年的时候呢，又补充裁决，周边不是4.6万平方公里了，而是呢寺庙周边只有什么17平方公里变成临时非军事区，双方又撤军，等于说这个争议区还是没有解决。所以这个状况之下，就变得很大的问题了。为什么这个时候大家特别在意那个土地的问题呢？
因为那个博威下地区啊，它已经探明了那个地方藏有稀土，懂了吗？好，藏有稀土，而价值多少钱呢？价值6000亿美元。所以是说，他们现在就要抢那块地了，抢得了吗？抢不了。我说白了，这个东西啊，只能共同开发哦。很多事情啊，你只能黑豹，你悬而未决。但是呢，想个办法搓汤圆，各自开发，然后各自换一个经济的领域，这个没办法自己通拿的，没有办法。所以说啊，这个分歧啊，他们现在要在这个月6月16号的时候啊，递交文件。但是问题是啊，这个泰国的总理啊，跟那个柬埔寨的议长啊通了电话，而泰国总理啊现在是一个女性，她那个女性啊就说是什么呢？哎呀，哥哥啊，你这个问题要不要来解决一下？哦，是他不是他哥哥，是他叔叔，对不对？他那个泰国总理现在叫做佩通坦，好，佩通坦啊对洪森啊，也就是那个议长说，哎呀，希望他能够帮忙解决这个边境的紧张。好，那当然，那个泰国总理也说，泰国的军方啊也不听他指挥哦，而且包含就是他们自己的那个第2区的司令啊，他是一个疯子，属于反对派势力，他也没办法，就希望啊那个柬埔寨啊来强硬一点啊，然后呢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啊，或者是说呢柬埔寨你要不要帮忙一下，暂时解除农产品的禁令啊，换取泰国恢复边境的通行，然后稳定他们自己国内的局面，因为他们把边境16个城市啊，都把它给封锁了，而柬埔寨他也做了反制措施啊，他们互相封锁状况之下，也就变成是说燃油价格变高涨啊，比如说你在泰国是41泰铢，但是呢你到柬埔寨就变成50泰铢，你就涨了大概10%左右，15%左右，所以说啊，它的能源涨价，电力也短缺。这柬埔寨啊，很多电诈园区就没法开了，因为没有电了。一些诈骗园区没法开，没有电。那泰国也没有多好，因为呢，你投资人就害怕，是不是柬埔寨跟泰国要打起来？因为这2个国家都不怎么样啊，军事实力也差不多，打起来一定是很混乱。而且你后面是不是代理人战争，别人也不知道。再加上泰国劳工短缺，它还有1万多个是柬埔寨的劳工。所以这个地方变得很困扰，而这个事情有人说啊，都是那个录音带啊，就是那个什么泰国总理跟那个洪森议长啊去讨论这件事情，然后导致说双方都有卖国贼，说现在泰国的总理可能被清算下台，那这个洪森啊可能也会有问题。那洪森觉得是说我是自保，所以是说呢，我跟他通电话，我有录音，代表我心怀磊落，谁知道呢？这个一旦流出去啊，就变反作用力。那泰国总理啊，当然也是完蛋了。这个基本上叛国的状况是比较大的可能，因为泰国的第2大党啊，这个自豪泰党啊，都已经退出了他们联合执政。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现在柬埔寨跟泰国啊，整个政变的状况是很严重的。但是各位你要去想一件事情啊，这件事情为什么它有意思的地方，不是在这2国的问题，而是因为它里面包含了中吉乌铁路，也就是一带一路，这2个国家是至关重要的。这懂老师意思吗？这2个国家不乱，中国的一带一路就会升得到东南亚去，会升得越来越顺利。但是这2个地方一乱，那么你中吉乌铁路还有任何的东西进展起来就会变得慢，因为缅甸已经乱了嘛。所以说你就必须从老挝、柬埔寨，然后来开始从泰国慢慢到马来西亚一个地方慢慢过去。但是你现在如果你的泰国跟柬埔寨2边都已经老死不相往来，甚至呢你可能要打起来了。那么你基础建设就会慢，你的一带一路也会慢，那这个对欧美的势力来讲，这是好事情，因为只要别人发展不好，那么他们就是有好事情。这个东西是不要去论对错，我们不要去论对错，我们要的事情是看世界局势发展的全貌，不要说别人让你发展的慢是错哦，不要去这样想，这个是世界棋局，世界棋局就是我一定要怎么样。把它给失败就是我的快乐，你的失败就是我的快乐，你的亏损就是我的获利。这个是我们看世界局势你必须要了解的事情，也是你必须看你自己在经营生意或是在经营你自己人际关系都要去理解的事情。你今天跟别人谈任何事情，你一定要首先想到的事情是，我跟你交涉这些事情，我能够为你带来多少利益？因为我要确定我可以为你带来利益，你才会给我利益。这世界上都是这样子的，谁跟我谈事情，你一定要对我好，不用我为什么要帮助你呀？凭什么？我去帮助你就2件事情。
第一个事情是我帮助你，等于帮助我过去的我自己，因为我过去是很苦辛苦过来的，所以说你来找我帮忙，我愿意帮你，那是因为我在帮助我过去的自己，所以我给你机会，等于是好像我过去当我自己的贵人那一刹那。第二个就是什么？第二个就是你给我的利益，我觉得很够充分了，所以说我愿意跟你交换利益，就这两种，没有了，绝对不会因为是说你真的很诚恳，然后所以说我就跟你做生意，你真的很认真，我跟你做生意，放屁，没这个可能，好吗？世界上任何的生意要做成，任何的节目要做成，任何的事情要做成，你必须要先利益别人，对不对？我也是要利益各位啊，我不能只讲我喜欢讲，我要讲各位所需要的，我觉得可以利益你的，那各位才会来听嘛，对不对？一样的意思存在。所以说我们在看这个中极物铁路的时候，它的问题就在于是说它是一带一路的很重要的关键点，这个地方发展不好，中国一带一路就不会这么顺利。如果这边地方卡住了，那么泰国的物资要运到中国去，那么你就只能走海运。海运的状况之下，你是要经过南海，经过南海的时候，是不是就有问题？各位懂老师意思吗？很多事情啊，陆运不能解决了，叫做海运解决；海运不能解决，你才会到空运才能解决。所以很多事情啊，在泰柬边境这边闹的事情啊，它也是可能是个导火线。但是这两个国家的国力都太弱，打起来两边两败俱伤。他们现在要的事情只有一个，各自把各自的政权换掉。泰国军方要换回泰国军方他自己扶持出来的人，柬埔寨他要换出来柬埔寨王室所统一出来你们还要推的人。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还是只有权力的交换、权力的游戏、宝座的互换而已，好吗？好，看看各位什么问题哈？先生，谢谢各位哈。不会有抗议起家的民进党哈，不的公革命哈，谢谢大家哈，不好意思啊，真的是大家听老师这些不好意思哈，谢谢大家哈。7月5日会大地震吗？概率很低，好，概率很低，17%是极大值的。好了，但是呢，我还是一句话，不要靠近海边，不要靠近海边。从7月1日到至少9月1日之前，各位请尽量不要靠海边，尽量不要，不是说完全不能啊，你要去你就去吧，对不对？但是要是我会尽量只去1次或2次，但是我还是尽量能不要去就不要去，好吗？尽量是不要靠近海边。那么要不要去日本？我当然是不建议了，好不好？能不要去就不要去，因为目前老师所得到的所有的情报，所有的科学家、地质学家，还有大气科学学家，老师很认真的跟他们请教哦，他们就认为这个事情是子虚乌有，不可能成真的。但是，几乎所有地质学家、大气科学学家这些相关的科学家告诉我，30年内，不是算长了，20到30年内。日本必有大地震，然后这个是他们给我的事情，而且都是极大型的那种，就像龙叔良所说的那种，好吗？所以说这个是必须要去理解这件事情。泛亚铁路啊，对啊，我讲错了，好，至于台湾的房地产会不会有大陆可投资，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了，下次我们再讲。我现在讲不了很多话啊，有问题我们处理问题。但是呢，台湾的房地产大陆不会投资，我就问你一句话，我就问你简单的，香港房地产有没有被炒成香港人买不到房子？有，但是香港人自己炒的，不是大陆人去炒的，因为它会限制，没有人这么傻哪里去炒台湾房地产。台湾房地产只有台湾人自己拿的香。事实上，台湾房地产你有个毛用啊！你有个毛用啊！香港那是因为它有港口优势，它有这个世界金融的优势，它有英国、美国跟东南亚之间，它有资金停泊的优势。你他妈台湾有什么优势啦？说来大家笑一下，台湾到底有什么优势可以吸引到人家来？各位，台湾有什么优势？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他们是世界上排名顶尖的大学。台大在第几名？各位，你出来我听听。你教育赢不了别人，电力赢不了别人，就业率赢不了别人，你就靠观光吗？海南自己要打得出来吗？厦门都已经有点悬了，你还跟我讲台湾？有没有脑子啊？真的是，哎呀，真的别开玩笑了，好不好？香港太贵，我知道香港很贵，我才刚从那边回来，位置很贵。好，那
今天不好意思，大家听老师的声音非常的辛苦，那我尽量把它养好。7月3号，老师离开台湾，到了北京，我们去度假，好不好？我带小孩去度假，他们的会考也辛苦了啊，学习也辛苦了，加上呢，今天老师也辛苦了，我用所剩不多的积蓄啊，带他们去北京紫禁城欣赏一下我们中华民族的封建王朝的一些糟粕，好不好？带他们去看一下啊，看看历史文化啊，看看老祖宗留下来的遗产。然后呢，玩没多久，我7月10号就会回来，但是我7月15号到20号，我又得去上海一趟啊，办事情。所以是说这个东西有其他的啊，老师这2天还是有咨询，但是如果你担心老师啊，这个可能刚发烧完，精神力不是很强，你希望老师状态好一点，你跟老师讲一下，我们可以改预约时间，7月10号以后我优先替你改。但是现场咨询，我是建议不要，因为老师得的是新冠嘛，即使我现在快筛已经筛不出来了，但是我不确定我会不会传染给你，我戴了口罩你也听不清楚，所以是说现场我们在明天、后天、大后天这3天的时间，请不要来找老师，好，这样子你会比较辛苦一点，好吗？好不好？香港经济哈保持现状没有错，香港经济保持现状。北京开直播，北京不能开直播哈，北京不能开直播，是不行的啊，我用国际漫游可以开直播了。国际漫游可以开直播了，好不好？然后这个，可是他这个会内阁到说，看状况，好不好？那明天老师会不会更新那个？老师这一次辛苦各位，我们的6月30号，老师尽量到最晚7月1号，我会用 AI 来去帮老师读稿，给各位让7月的12生肖运势解析。我声音应该没办法讲那么久的生肖运势，好不好？今天的话大概又是2天没有声音，好吗？感谢各位今天的参与，谢谢大家今天包含陈老师。我今天的声音真的很难听，破锣嗓子，感谢各位给老师的机会为大家服务，我是陈老师，我们下周见。